那通过这一次的就是营会，我相信二位肯定在后来就是有了很惊人的变化吧。因为如果你们没有经历过前面的那一些挣扎，你们也不知道就是夫妻二人必须要同心哈，才能够去改善这个关系。否则一方想改，另一方不想改，或者说一方想改觉得很痛苦了，另一方还陷在这种自己觉得很满足的状态当中啊，还觉得挺好的。就像刚才宋恩牧师讲啊，我们男性都是很有理性的考虑每一件事儿啊，甚至家里的宠物猫也要考虑进去。而这个作为女性，就是像师母就觉得说没关系，我就是要解决问题，我就是要把这个夫妻关系维系好，别的我都不考虑啊。所以这就是能看出啊，夫妻二人在相处之道上的这个不同和差别。那师母，你觉得就是对你来讲，你认为夫妻二人这种能够同心一起来改变这种关系的这个要诀在哪里呢？是祷告吗？神吗？还是别的什么努力吗？夫妻要去改变、去经营关系，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营会就可以解决的。营会可以帮助我们一些技巧啊、方法啊，可是长期的操练是回家以后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如果只是这几天感觉很好哈，很快就可以打回原形，因为说参加营会不过就是开始，你这中间要愿意投入的那个代价，要愿意付出的心血，或是要一次一次的从失败或是这个崩溃当中去再站起来，给自己一个动力去调整，不放弃是一个很大的过程。上次我们就有提到过说，我们从夫妻爱营的参加完回来之后出了一个车祸啊，那个车祸很好的帮助我先生更多的奠定下愿意改变的那个意愿，跟把那个根基打好哈。这个见证我们已经做过了，好，连结在这边。在那个之后呢，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好的条件来帮助我们继续来改变哈。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帮助，这个车祸就很明显嘛哈。如果靠我自己，我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先生意识到说，哎呀，我的太太很珍贵，我要好好把握机会啊，经营我们的婚姻哈，因为这个是神的赏赐，这个不容易，这个人没有办法做到哈。第二个就是自己要愿意付代价哈。那提到我们去卡加利，而不是在当地去参加婚姻夫妻爱营的好处，就是我们去那边，我们也不是谁嘛。说实在话，我们一开始也跟他们说了，我们不公开我们是牧师师母的身份，对不对？把自己的叫什么面子啊，或者是这个包袱卸下来。好，我们去有弟兄姐妹，想说什么说什么。想讲什么讲什么，都说了都讲了，没关系，屁股一拍我们回去了，对不对？又不跟你们长期相处啊，我觉得这个很奇妙哈，就都把底儿都掏干净了哈，他们才发现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环境，我觉得是神的怜悯哈，让我也出发的时候跟我老公讲，你会不会因为要顾惜我是传道人的面子，不敢说，不敢表达，不敢面对？他说怕什么？参加完就回去了嘛我觉得这个很好哈。第三个是要有一个正向积极的支持团体，一个人真的是不够的哈。有时候上帝感觉他好像帮助也没有那么及时哈。那但是好的团体很重要。那这个课程设计了，就是接下来9到12个月哈，有一个支持团体，每个月有固定的这个联系哈，有一些操作流程，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去表达我们经营的这个情况哈，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支持，这个3点是很重要。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